一夜之中，萧炎几乎在不间断地从那魔毒斑内抽调出毒素，然后使用琉璃莲心火将之炼化。如此这般，待得天色逐渐变得明亮时，石屋之中的他方才缓缓地睁开眼来。一夜的炼化，并未令得萧炎有丝毫疲惫之感，反而因为那庞大斗气的补充，令得他的状态处于一个完美的巅峰地步。双目开合间，也是隐隐间有着精芒闪烁，那是体内斗气太过澎湃，难以掩饰的缘故。低头看了一下胸膛处的魔毒斑，如今后者的面积明显的缩水了一些。见状，萧炎却是有些不满意的摇了摇头。这一晚上他起码抽了将近10股毒素出来，没想到这与那魔毒斑比起来，居然还只是如此小的一部分。在将那10股毒素之内的斗气尽数吸纳之后，萧炎能够隐隐间感受到实力的精进。虽然这种感觉并不十分明显，但却已是相当了不起。毕竟斗宗的每一星都是需要极其庞大的能量，若是让萧炎按照正途修炼的话，即便以他的速度，想要达到这一步，想必至少也是需要将近3、4个月时间。而如今却是能在一夜之间到达，成效已是相当不菲。斗宗之中，每一星之间都是有着极大的差距，因此在中州这片大陆上，对于斗宗强者的分级要显得更加的细微一些。每一星之间大致分为初段、中段、高段、巅峰4个层次。不过这种划分太过精微，因此也很少会有人如此来衡量，但用来称量自己的实力倒是颇为不错。按照萧炎的猜测，他在吸收了魔毒斑之内的斗气后，应该便是处于1星斗宗中段的位置。斗宗的等级果然难以提升，难怪苏谦大长老修炼了那么多年，等级也未能提升太多。心中轻叹了一声，萧炎取出衣袍穿上。如今体内斗气已经饱和，需要一段短时间的适应后方才能再度从魔毒斑内吸收斗气。不过还好，以他如今的实力，魔毒斑对他已经没有了太大的致命危险，反而这东西还被萧炎当成了他的移动斗气仓库。看来也该动身了，四方阁大会应该就在这几天举办。从床榻之上跃下身来，萧炎略作沉吟，便是将东西整理好，也不过多停留，打开房门便是行出。萧炎出了房间，一旁站立的几名是金属护卫急忙弯身行礼，他挥了挥手，也不多说，脚掌一踏虚空，然后便是这般犹如走天梯般，在几名护卫艳羡的目光中步上天空。站在天空之上，萧炎俯视着天目山，不由得一笑，踏空而行，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没想到如今他真的也是能够实现了。在萧炎升空时，2道人影也是急忙闪掠而来。萧炎小兄弟，你这是要走了？金石现出身来，望着萧炎，连忙道。萧炎点了点头，笑道：身上还有要事，不能在这里久待了，感谢2位前辈的热情招待，日后若是有时间再来唠叨。闻言，金石金谷2人也不好再说挽留的话语，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声，旋即沉声道：萧炎小兄弟，你与我是金属族有大恩，日后若是有麻烦的话，请不要忘记我们这2把老骨头。萧炎脸庞柔和地点了点头，是金属族数量众多，在中州上情报颇为灵通，能与他们交好，自然是最好的事。呵呵，看你神色匆忙，我2人也就不多留，便在此祝萧炎小兄弟一路顺风了。金谷笑了笑，拱手道：那便借金谷前辈吉言了，告辞。萧炎一笑，冲着2人一抱拳，也不多加停留，身形一动，便是化为道光影，咻的一声对着天目山脉闪掠而出。如此仅几个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金石2人的视野之中。以萧炎的速度，仅不到10来分钟时间，便是出了天目山脉的范围。原本以他如今的实力，若是施展古意的话，速度必然将会更快上几分。但当日那苍狼王所说的话，却一直被他记在心中。虽说现在进入了斗宗阶别，但这种实力与那所谓的天妖皇族比起来的话，依旧是只能说是螳臂挡车。因此那古意日后若非是关键时刻，还是少动用的好。身形在天目山脉之外的一处山峰上停下，萧炎从那戒中取出当日在化古城购买而来的北域地图，然后在其上寻找了起来。按照穆青鸾所说，此次的四方阁大会将会在风雷阁的总部东阁举行，而按照地图所指，那东阁的位置应该是坐落在北域靠近中州中央区域的边界处。居然那么远，看来光是赶路就得需要将近5天时间。将地图收入那界，萧炎苦笑了一声，也幸好如今他到达了斗宗地步，不然的话，没有个10天半个月，恐怕是赶不到东阁了。等那时候到的话，恐怕人也就早早散场了。看来得加紧时间赶路了，不然错过了的话，那可就倒霉了。一声叹息，萧炎目光转向天际东方，璀璨银芒缓缓自脚掌之上浮现，旋即一道低沉闷雷声响起，而其身影却是犹如鬼魅般轻轻消散。风雷阁东阁这个名字，即便是在整个中州都是有着不小的分量。身为风雷阁的总部，这里强者如云，防守更是固若金汤。在风雷阁成立的这些年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但东阁却始终屹立，而其名声也是在以往那一场场的势力搏杀中逐渐脱颖而出，最后方才拥有了如今的这般地位。四方阁大会，顾名思义，自然便是大陆四阁所举办。不过，虽说真正参与大会的主角只是这四阁，但每一届的四方阁大会都会是中州的一场盛事。虽说无法与丹塔的丹会相提并论，但也是少有的一些盛会。这四方阁大会比的并非是老一辈的强者，而是年轻一辈。当然，能够代表四方阁出战的年轻一辈，自然是各自一方年轻一辈中最为优秀者。这些新鲜血液是每一个势力仗义繁衍的最重要之事，因此对于年轻一辈的培养，四方阁都是极为的重视。而在他们的这般重视培养中，年轻一辈中自然是涌现了不少惊才绝艳之辈，风雷阁的凤青儿、万剑阁的唐英、黄泉阁的王晨、星陨阁的穆青鸾等等。这些人即便是放眼中州，也是拥有着不小的名声。当然，中州大陆藏龙卧虎，谁也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冒一匹黑马出来。但即便如此，每一次的四方阁大会都会引来众多势力以及无数自视实力不弱的年轻人。这大会虽说主角一般都是四方阁，但也并未拒绝其他的一些参赛者。不过为了提高质量，必要的筛选自然是会具备的。而且据说还想当之严苛，这也是将一些滥竽充数者给淘汰了去。毕竟在一些年轻辈中的比赛中，这四方阁大会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甚至一些老一辈的强者有时候都是难以达到这般地步。而至于这四方阁大会的举办地点，一般都是以上届最终的胜出者那一方来决定。上一届的大会胜利者便是风雷阁，因此这次的地点定在了风雷东阁。风雷阁东阁坐落在北域边缘的风雷山脉之中，这里地域颇为奇特，或许是由于地势太高的缘故，总是雷鸣阵阵，天气变幻莫测。先前还是艳阳高照，说不定下一刻便是雷霆暴雨。整个风雷山脉皆是东阁势力范围，这里就犹如他们的后花园般，其他没有实力的势力也是不敢染指此处。这段时间的风雷山脉自然是热闹异常，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对着山脉之内的雷山汇聚而去。因为在那雷山上面，便是矗立着风雷阁总部东阁。风雷山脉之外，天空上一道流光如流星般闪掠而过，旋即化为一道人影落在一座山峰上，低头望着下方那犹如蚂蚁般的人流，当下便是一愣。风尘仆仆赶来的人，自然便是一路加速赶路而来的萧炎。这几日他几乎是加足了马力，中途也是少有时间，而即便是这般加紧赶路，也是在消耗了4日时间，他方才抵达此处。此处好浓郁的风雷之力。轻吐了一口气，萧炎目光远眺，望着那看上去比天目山脉大了不知道多少的山脉，在那山脉之内，惊人的雷鸣声，即便是隔着老远都是感觉到，而山脉内所蕴含的风雷之力，更是令得他有些动容。这里应该便是风雷阁东阁所在的风雷山脉了吧？看来我并未来晚啊。萧炎从山峰之上寻了个偏僻之所落下，然后转过山脚，望着那风雷山脉之外那密密麻麻的人流，顿时无奈地摇了摇头。想必这些人也都是为了那所谓的四方阁大会来的吧？不知道那四方阁大会究竟有没有开始？低声自语一番，萧炎略作沉吟，突然自那戒中取出一张薄薄的透明皮质之物，然后盖在脸庞之上，顿时其脸庞轮廓居然便是出现了一些变化。若是不仔细看的话，想必也是难以将之辨认而出。这能够略微改变样貌的东西，正是当年去出云帝国时，小医仙给予他的一点小东西。没想到搁置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够搬上用场。遮掩了容貌，也是为了省去一些麻烦。如今他与风雷阁的恩怨，众人皆知。若是自己光明堂皇的出现在这里，想必那风雷阁定然不会袖手旁观。东阁之内强者如云，更何况还有那风雷阁阁主雷尊者坐镇此处。即便萧炎如今突破到了斗宗层次，但面对着这等阶别的强者，依旧还是只能选择暂避锋芒。他来风雷山脉，所谓的只是寻找风尊者，若非万不得已，并不想将自己暴露出来。毕竟那样的话，也是将自己置于了险地，所以一些遮掩容貌之举也的确是必要的。在将面貌略作改变之后，萧炎揉了揉脸庞，然后这才行出密林，汇入山脉之上大道的人流中，对着那风雷山脉之内涌去。汇入这吵杂的人流之中，那喧哗的各种声音，令得萧炎有着耳鸣般的感觉。不过对此，他也只能苦笑一声，强行忍着。妈的，这人也太多了，那东阁上能待这么多人吗？今天大会就要开始了。人自然很多，据说四方阁的人都已经抵达东阁了。上一届的最后胜利者是风雷阁，不知道这一届的会是谁？难说啊。凤青儿、唐英、王晨还有那穆青鸾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据说他们4人前不久还进入了天目山脉的天山血潭，想必实力必然有所精进。嘿嘿，就是不知道他们之中有没有人借助血潭之力突破了斗皇。这4人都是斗皇巅峰的实力，加上一些手段，甚至都是能与一些斗宗强者交手。
若是谁能够在这种时间突破的话，想必胜局将定。谁知道中州藏龙卧虎之辈不知何几，每一届的四方阁大会也都会有着一些黑马出现，不知道这一次出现的会是谁？黑马嘛，自然是要数最近在北域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名叫萧炎的青年了。连风雷阁北阁主费天亲自出手都是铩羽而归，可以想象此人实力何等恐怖。那萧炎虽强，但这里可是风雷阁总部，你认为他还敢来这里不成？听得周围那些吵吵闹闹，最后居然是引到了自己身上的喧哗声音，萧炎也是不由得一怔，旋即手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脸庞。没想到如今的他在这北域居然也是拥有着这等名声。不过这可不是他想要的，他名声若是传到了那魂殿耳中，恐怕到时候方才更加麻烦。一路在众多吵闹声的摧残下，萧炎终于是顺利的从山脉入口处进入。在这入口周围有着风雷阁的弟子维护秩序，而至于风雷山脉的天空领地，除了一些特邀客人外，寻常人可是不准在其上飞行。因此这也导致不愿暴露身份的萧炎只能徒步而进。进入了山脉，萧炎迅速跟那人流大部分分离而开，然后转进偏僻密林，加快速度对着山脉之内急速掠去。按照先前所听到的消息，今天应该便是那四方阁开始的时候了。而且最令的萧炎振奋的是，四方阁的人都已经抵达。这样说来的话，那风尊者应该也是到了吧？若是真遇见了风尊者，先暗中观测一下，然后方才与之接触。虽然老师说了能够对其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但凡事还是得小心为好。身形化为模糊身影，穿梭在山脉之中，萧炎心中却是念头飞转。解救药老以及父亲的重担，只能依靠萧炎自己来完成，所以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对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还是得谨慎为妙。风雷山脉面积极为广阔，绕势以萧炎的速度，也是花费了将近半个小时，方才抵达山脉中央。那里矗立着一座雄伟险峻的山峰——雷山。雷山极高，从山脚一眼望去，完不见尽头。在山腰以上，便是被浓雾的云雾所缭绕。这种云雾有些偏乌，其内居然隐隐间有着雷光闪烁。远远看去，这座山峰就犹如被无数雷芒覆盖般，极为的壮观巍峨。心中为这雷山的巍峨赞叹了一番后，萧炎也是展动身形，落在了山脚处。雷山之上便是风雷东阁，这里的防御自然异常森严，而且或许是因为大会临近的缘故，周围的防御更是加深了许多。天空之上时不时的有着一些震动着斗气双翼的人影闪过，将整个雷山都是纳入巡查网之中。而为了不惊动风雷阁的强者，萧炎自然是不会采取这种蛮闯的方式。虽说此刻的山脚下排的队不短，但这点耐心他还是具备的。一路跟着队伍不断的前进，终于是在登山时停了下来。此刻的前方有着2条登山石道，一条是供前来看大会的人士提供，另外一条则是给参加大会的一些年轻强者所提供。在2条石道之前，有着将近100名身着劲装的风雷阁弟子把守，那般冷厉神色所带来的许些威压，倒是令得无人敢再次捣乱。另外，在这100人之首是2名老者，一男一女，而当萧炎目光扫到这2人时，眼神却是一凝，因此这2人赫然便是当日陪同凤青儿前往天目山脉的那2人。这2人实力不弱，不知道我这改变的容貌能否通过他们的审查。萧炎眉头微皱，没想到这次参赛者居然是由东阁的火木2位长老来筛选。这2位在风雷阁中地位可不低，风雷阁选拔素来严厉，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还好我只是前来看看热闹，不用通过他们的审核。在萧炎皱眉间，前方一行人却是低低交谈了起来。闻言，萧炎心中却是一动，看来似乎并非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这2人的审查呀。我风雷阁的规矩，想必大家也知道，若是想要参加大会，第一是需要达到3星斗皇以上的实力，第二便是年龄必须在30以下，第三得在老夫手中支撑5回合。若是能得到这3种条件，方才能够具备参加的资格。当然，若是前来捧场看热闹的，便从左边石道登上山顶便可。在队伍中窃窃私语间，那一身红袍的火长老却是淡淡的道。此话一落，顿时引起不小的骚动。这3个条件满足其一便是颇难，更何况3种，还真是够严苛的呀。在如此严苛的选拔条件下，绝大部分人都是选择了左边的那条石道，而萧炎在迟疑了一下后，也是顺着人流对着左边的石道横去。他的目的只是寻找风尊者，可没兴趣在风雷阁之内出手。若是被认出来的话，定然少不了一番麻烦。在大部分人对着左边石道登上时，也有着几名自恃实力不弱的年轻人想要闯一闯右边的通道，但最后却无一例外的被那火长老一袖袍扇了出去。这几人虽然勉强达到了3星斗皇要求，但明显是那种依靠丹药或者天地奇宝强撑上去的，战斗力也就与2星斗皇相仿。对于这些战斗力孱弱的家伙，那火木2位长老连眼睛抬都没抬，而一旁的萧炎见状，却是内心嘿嘿一笑，加快速度，然后一步踏上了那左边的石道。